巨人族与 One Piece 的关联，红发海贼团抢跑拉夫德路。大家好，我是朱二笨，又到了每周聊漫画的时间。还记得和之国篇末尾，山船长带着击败四皇的意气风发，抽签决定自己接下来的目的地，螺旋了最正确的方向，结果碰上了来势汹汹的黑屋子海贼团。记得选择了稍差的方向，直接冲向了巨人国，遇见了红发海贼团本团以及巨兵海贼团的元老。路飞选了最差的方向，现在被困在丹田岛上玩狼人杀，和赤天使以及内奸纠缠。而五老星和黄猿即将带着100艘军舰到来。前几话还有人担心罗的安危，现在基德和路飞看起来更有死相。在最终章的当下，香克斯出现在艾尔巴夫，也是相当耐人寻味。巨人族必定与 One Piece 的秘密有关。在去年3月份的视频里，我们就完整梳理过一期巨人族在海贼王故事中的所有关键线索。巨人国阿尔巴夫不仅是乌索普的梦中情岛，伊姆在圣地深处展示的巨大草帽，也将前代乔伊波伊的身份指向巨人族战士，甚至远岛海底的巨船诺亚都有可能是由巨人族打造。海贼王中千奇百怪的种族很多，但巨人族的分量是最重的，各种意义上的重。但是巨人族的角色出场比较零散。1076话再度亮相的东利、布洛基、卡西、奥伊莫都可以算得上旧友。简单捋一下巨兵海贼团的时间线：100年前，东利和布洛基率领巨兵海贼团威震大海，后来因为争论谁的猎物更大，在小花园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决斗，整整持续了100年。失去2位船长后的巨兵海贼团，部分成员被海军抓住，后来又加入了海军，另一部分回到了艾尔巴夫。73年前，卡西、奥伊莫在艾尔巴夫的战士村里讨论2位船长的决斗，并决定再过10年就去把他们接回来。50年前，卡西、奥伊莫出海准备接回船长，中途被海军抓住，海军用谎言欺骗他们，让他们守卫司法岛大门，直到草帽一伙攻入司法岛，乌索普讲出了真相，卡西、奥伊莫才发现被骗，一起反抗世界政府。战斗结束后，2个人跟着大部队回到七水之都，决定先在造船厂帮忙，然后就返回艾尔巴夫。路飞他们到达香波地群岛附近时，卡西和奥伊莫也启程返回艾尔巴夫。接着故事就到了2年后的新世界，东尼和布洛基通过报纸看到了草帽一伙重新集结的消息。他们2年来似乎还在以赤手空拳的方式继续决斗。这时候，巨人族以海尔丁为代表的新生一代已经登场。海尔丁在德雷斯罗萨遇见了路飞，后来加入了草帽大船团，并表示自己会重振巨兵海贼团。之后，他率领其余4名同伴一起从巴基速地辞职，把巴基气得半死。之后，草帽大船团就分散开，各自发育去了。直到1076话，我们见到了已经回到阿尔巴夫的东利、布洛基、卡西和奥伊莫，他们一起在阿尔巴夫港口边的酒馆招待红发海贼团。海尔丁很可能在离开德雷斯罗萨后，率领他的新巨兵海贼团，就把2位船长接回来了。而这么做的原因，还是来自他曾经提到的目标，想要凝聚起全巨人族。这句话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巨人族目前处于分裂的状态。本话有个细节，2位巨人船长招待红发海贼团时，是在小港口岸边的小酒馆内，既不是艾尔巴夫的战士村，也不是巨人族的城镇。这家酒馆就好像是专门为了招待海贼而打造的，暗示艾尔巴夫是一座不欢迎外人的岛屿，这里危险程度相当高。巨人族在设定中就是一个好战的种族。本话中又公布艾尔巴夫另一个称号——战争之地。这块土地很可能经历了许多战争，其中应该也有来自巨人族的内斗。分裂的结果是让巨人族无法团结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而这股力量就正好是修复诺亚的关键。那年好玩类就说过，修复诺亚需要借助那一族人的力量，而能够打造和修复这样一艘巨船的，很自然就联想到巨型船将。当年在香波地群岛，草帽一伙当了拍板场后，救出了一名巨人，他就是后来海尔丁新巨兵海贼团的船将斯坦森。但是说会报答草帽一伙的恩情，这个 flag 至今还没有实现。30号有弗兰奇维护，并不需要巨人协助。那么如果说有什么船只现在需要维修的话，那就是被路飞打坏的诺亚了。以斯坦森为代表的巨人族船将再次聚集在乔伊波伊身边，实现800年前那个没有完成的约定。为什么要说再次呢？因为从伊姆展示出来的那顶巨大草帽来看，800年前那位同样拥有乔伊波伊名号的战士，要么是来自巨人族，要么是与巨人族有很深的渊源，曾经得到过巨人族的协助，才有了后来的诺亚。也许在乔伊波伊死后，巨人族就陷入了长达800年的分裂，就像曼户蛇和犬男因为玉田的死而闹翻。那么重新团结起巨人族，就很可能是下一位乔伊波伊的任务。刚好现在无党路飞可以随意变成巨人，实现无障碍交流，而这主线任务也就跟海尔丁的目标一致了。未来草帽一伙一定会前往阿尔巴夫，完成那里的冒险后，重新集结起巨人族，而巨兵海贼团也会真正得到重建。然后就是准备修复诺亚，而修复一艘破损的巨船，除了需要工匠，还需要木材。诺亚数百年来存放在海底却没有损坏，知道它的木材肯定很不一般。而海贼王中最名贵的木材即是宝树亚当。当年弗兰奇介绍他时，就曾经提到这棵神奇的树木诞生在一片经历战火的岛屿。是不是觉得很耳熟？没错，这很像阿尔巴夫的设定。之前在大妈的回忆里，我们就见到了阿尔巴夫的岛屿轮廓，中间有巨大的柱状体，并垂下了许多影子。我们之前的分析就认为，这些垂下的影子状物体是穿过树荫的光线。而在1076话中，阿尔巴夫标志性的巨大影子再次出现了，联系到巨人族建筑物大部分都是木屋，也许珍贵的宝树亚当就来自于阿尔巴夫。那么前面这些，我们简单回顾了一下巨人族的线索。不得不说，
尾田对于这座岛屿的铺垫相当下功夫了。如果说合诸国篇结束后，尾田一直在准备一场争夺One Piece的大戏，那么到1076话为止，这个局面总算打开了。引领新时代的3船长分别碰上了此刻大海同样具备争霸资格的3股势力，大家为凑齐前往拉夫德鲁的2个关键因素开始了激烈争夺。首先就是4块路标历史正文，目前已知3块路标分别在蛋糕岛、佐乌以及和之国。之前还在担心，如果像红发、黑胡子这种级别的人物想要得到路标，会不会导致佐乌这些地方发生新的战争？那样故事不仅有点重复，也是相当残酷。没想到这些大人物们选择了更高效的手法，抄作业，直接抢别人已经到手的文本。但是光有文本还不够，还需要能够解读古代文字的能力。所以黑胡子派遣亲自而方奥卡集齐了大妈的王国，将能够读懂古代文字的3眼族布林掳走。那么红发此时来到阿尔巴夫，是不是也为了类似的目的呢？当年就在罗杰海集团出发前往拉夫德鲁的最后一刻，香克斯选择留下来照顾巴基，并留下 flag， 以后会乘着自己的船去。注意这里香克斯用的是我们，他还算上了巴基。就巴基目前的地位来看，未来去拉夫德鲁的人肯定少不了他。在1054话时，香克斯正式表态加入争夺One Piece的行列。香克斯当年跟着罗杰海集团参与了罗杰最后的冒险，他对于几块红色路标的位置是很清楚的。但是25年过去，远岛海之森那块路标已经下落不明，和之国的路标被凯多占据。大妈收藏的那块由重兵把守。如果是正常情况下，红发想要拿到其他4王的路标，必然会引起战争。只剩下佐乌那块路标，靠着面子果实的能力，可以轻松拿到。不过这些难题因为基德的意外出现迎刃而解。为什么说是意外呢？因为从红发集团的表现来看，他们来阿尔巴夫有其他的目的，并且目的已经达到。快出航前，巨变海集团为他们送行，红发海集团和他们麾下的海贼团可能刚刚进行完一场宴会。那么问题来了，2个红头发的男人前后脚来到阿尔巴夫，会是为了什么呢？还记得基德从和之国出航前曾说想要去找烧山男，后来又出现了奥哈拉的回忆，证实沙乌罗没有死，但他浑身插满了绷带，显然是整个人都受到了严重外伤，不排除将冻伤伪装成了烧伤来掩人耳目。他是烧山男的可能性很高。奥哈拉通过研究文献掌握了古代文字的阅读方式，沙乌罗作为奥哈拉意志的继承者，这些知识很可能已经被他学习。他和罗宾、波林等等角色一样，都是有可能读出路标的关键人物，或者是能够对寻找One Piece提供关键线索。但是贝加庞克也提到沙乌罗一直隐姓埋名，如果他选择了隔绝人士，那么想要得到他的帮助，就一定是要有什么特殊的渊源，或者是和巨人族关系相当要好的人。基德和红发在相近的时间以相似的理由来到阿尔巴夫，他们显然都认为自己能够争取到烧山男的帮助。红发就不用说了，他和巨兵海集团2位老船长都有很深的交情，对整个巨人族的影响力更是非同一般，连巨人族的小孩子都嚷着要跟他一起出海。大妈最渴望得到的力量，在红发这里称兄道弟。红发过去应该对整个巨人族都有过恩情，只不过这段故事还没有交代。而基德不仅知道烧山男的存在，还敢直接前来阿尔巴夫，他与巨人族之间肯定也有什么渊源，而这个渊源将会是他在这场冲突中解围的关键。1076话末尾，大家都觉得基德挑战红发海集团加红发麾下势力加巨人族是一种非常疯狂的送死行为，虽然很符合基德的人设，但是几乎不可能有胜算。红发如果真的下死手，大概基德也就在这里领盒饭了。可是作为3船长之一，他和罗一样，都是大概率会被尾田保送到拉夫德鲁的人，不可能在这里草草退场。这场战斗无论是战胜还是战败，都无法合理的继续推进剧情。那么大概率会和我们分析罗与黑胡子那场战斗一样，有第三方介入中断战斗。从本话中透露的线索来看，接下来故事走向很可能是这样：红发因为自己的2个承诺，不破坏这座岛屿，不让这里变成战场，而选择不出手，将这场战斗委托给了巨人族和麾下海贼，同时也给基德2个选择，一个是战斗，另一个是留下路标后离开。但也基德了性格一定会选择战斗，于是2位巨人族老船长就有机会展露身手了。要知道他们可是持续战斗了100年，经验值已经不知道刷到多少去了。巨人族一直被视为强大战力，但在故事中却很少有机会表现。通过动力、布洛基、基德、基拉的这场战斗，就可以稍微展露一下了。基德最终见到了红发的面，但还是被打败了。基拉交出路标的他们，换回伙伴的性命。红发海贼团则离开阿尔巴夫。这样一场战斗很激烈，但没有什么严重影响的遭遇战，最符合各方的利益。毕竟现在距离终点还很远，还不是决战的时候。而红发海集团在得到关键的路标和烧山男的帮助后，有可能成为目前寻找One Piece进度最快的一股势力。下一场争夺战也许就是围绕着最后那块路标展开了。顺带一提，从本话本贝克曼和拉基路的对话来看，本贝克曼应该就是砍掉基德左臂的人，因此招致基德海集团的怒气。贝克曼的实力恐怖如斯，不过之前鬼岛决战时也是多亏了基德断了一只手臂，基拉才可以找到霍金斯的 bug 将他击败。不过这种事情真的很难说。最后再来聊聊弹剑岛的悬案，这场狼人杀还不断有新的发展。本案中世嘉和贝加庞克的本体开始破案，世嘉这边抓住机会询问 CP9 此行的任务目标，陆奇回答是抹杀7个贝加庞克。也就是说，如果分身中出现了内鬼，那么等于他们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这明显不合理。世嘉还十分机捷地问陆奇会怎么处理司徒西，
这里他其实是在验证司徒西是不是双重间谍，但陆琪同样回答得很决绝，司徒西的嫌疑也进一步降低了。另外一边，本体被关到了秘密监狱中，见到了失踪的政府特工们，其中一名特工正在向贝加庞克说明2个月前发生的意外，并向他道歉。这一行为说明了贝加庞克是刚刚被关进来的，并不是一直被关在这里。贝加庞克对特工遇袭事件毫不知情，他与分身们每天都会同步经历。如果是他或者其中一个分身指使的，其他人应该也会知情，所以可以肯定贝加庞克没有撒谎。但现在他也意识到了单间岛内部出现了问题，神秘人故意挑起了贝加庞克与世界政府之间的矛盾，最后让 CP9 来彻底消灭贝加庞克，演变成一个大事件。可以说，世嘉和本体两边都开始调查内部问题了。一个神秘人能够操控海兽兵器，说明他至少是拥有贝加庞克分身级别的权限。许多人都怀疑内鬼是操控海兽的利伊斯，但是即便是利伊斯，他操控的生物也有失控的时候。然而这个神秘人的控制力似乎更强大，他还可以瞒住本体和其他分身，将这些特工击败，并秘密关押到研究所内部，长达2个多月，说明他对整座单间岛都非常熟悉，能够找到非常隐秘的角落，并且可以控制边界穹顶，随意让外人进入。这种大局观，这种高权限，即便是贝加庞克的分身，感觉都很难做到这一切。我们还是维持之前的观点，汉克、洛克斯和 AI 反叛的可能性更高。如果不是能够掌控全岛的主脑，几乎没有可能完成这前后所有的行为。文化中还有2个隐藏细节：贝加庞克是被谁抓走的？又为什么只是将他关起来，没有干掉？和其他特工一样，他们只是被监禁起来，似乎暂时没有生命危险。然而上一话，车天使对分身们的攻击毫不留情，这就说明了本体对这个神秘人来说还有某种价值，而分身则没有。如果从恶魔果实能力者的角度来解释，本体作为脑果实能力者，如果他死亡，汉克、洛克斯有可能也会一起消失，所以他暂时还不能死，但分身们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干掉了。期待一下单间岛接下来的发展吧，毕竟100艘军舰马上就要到了，留给他们破案的时间也不多了。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1076话的细节伏笔分析啦，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分享你的看法。我是朱尔本，下期见啦。